同学们，你们好。我们都知道，第19届杭州亚运会在2022年9月召开之际，正是处在党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年和建党100周年的历史交汇期，意义重大。此外，继1990年9月在北京和2010年11月在广州之后，杭州也成为了第3个举办亚运会的中国城市，故称亚运城。所以这次在杭州举行的第19届亚运会非常值得期待。上一讲在杭州亚运会智能展示中心讲解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起参观并学习了有关历届亚运的历史以及本届杭州亚运的相关知识，也就是说第1展区和第2展区。今天为了继续深入了解杭州亚运及其背后的故事，请同学们继续跟随着镜头，让我们一起走进智能展示大厅中的第3和第4展区，继续我们的杭州亚运之旅吧。你好，黄院长。上次非常感谢啊，你为我们这个介绍了第1、第2展区啊。那么今天还要拜托你帮我们介绍第3、第4展区。好的，黄院长。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3、第4展区来进一步的进行了解。您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写有一句话：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对杭州亚运会的筹办，其实促进了整个城市的提升和变化。因为像您也了解到，其实亚运会对于我们杭州来说是一个机遇和挑战。那我们杭州现在正以新的面貌踏上了世界的舞台，展现别样的风采，不一样的韵味。那我想邀请我们通过沉浸式的一段短片，了解我们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我们亚运城市行动8大计划的一个内容。好，这个就是沉浸式。在第一缕阳光的时候，用自然之美点亮人文之眼，用科技之光照亮航程经纬。这个龙井啊，这个是尝试脉搏，大金球。之前，倾听尝试心声。那这个是我们的第3展区，对吧？对对对。然后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片子，介绍整个这个怎么样来提升我们这个城市。对对对，第3板块就是一个短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城市因为亚运会促进的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是第4个板块，杭州亚残运会的一个展示区。亚残运会是和我们亚运会相隔2个星期的时间来举办。当时亚残运会的申办成功是在18年的8月份正式的确定下来。那边有一个手印可以按，是什么样的体验吗？黄院长，您可以按一下，然后带您看到我们的屏幕上面有一只小鸟，对，它是我们杭州亚残运会的吉祥物，名字叫菲菲。它一会儿就飞出屏幕，表现我们亚残运会的一些比赛项目。你看，非常灵动。它的设计理念也是良渚当中神鸟的一个形象。对，您看它会下棋。这个是下棋。对，棋类运动。轮椅篮球、游泳，还挺可爱的啊，这个。对，很灵动。这个是排球。对，排球。射箭。对，射击射箭。对，除了这个吉祥物啊，像杭州亚残运会，它的办赛理念、会徽、口号都是自己单独有一套系统，因为它是单独的一个组织机构。我们亚残运会的办赛理念是阳光、和谐、自强、共享。像我们版面上也有一些触摸的点，这些是盲文。盲文是吧？对对对，我也觉得比较特别，这是盲文。
对，然后吉祥物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吉祥物，您看它的翅膀上、脸颊上面其实是良渚当中的标志纹，对，特别有意思。然后头顶上有一个 I， 这个 I 就是代表了智能、智慧，对，又是展示了这一次的这个拜晒理念，是吧？对。对，还有亚残运会的会徽，您看这个会徽是叫做向前，也是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亚运会的会徽是相呼应的。对，颜色主色调也一样啊。对，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展现的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运动员奋勇向前的一种姿态。口号是心相约，梦闪耀，整体还是和亚运会相呼应。相呼应的。对。您这边了解到我们亚残运会所会用到的一些比赛场馆，因为项目就比较少一些了，总共有22个比赛项目，19个比赛场馆，大多数和亚运会用到的是一样的场馆。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是准备了一段表演的一个演出视频，是我们残疾人艺术团他们走进机关、走进单位，展现残疾人的美，也来宣传我们亚残运会的一段短片。这是艺术，这都是残疾人表演。对，残疾人艺术团。这边您看到我们杭州籍有非常多优秀的残疾人运动员，他们在亚残运会、残奥会上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对，像盲人门球队，以及像在今年东京的残奥会上也获得金牌的李章玉自行车运动员。是的，以及他们还有捐赠过来之前几届亚残运会的吉祥物。就运动员。对，运动员捐赠。对，第一届是在2010年中国广州举行，在广州之前，残疾人的运动会是叫远南运动会。然后06年第9届之后，然后2个组织合并更名成为亚残运会。对，然后第一次就是在我们中国广州举行。这个装置是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发布会上，是我们开闭幕式主创团队的发布仪式上面的一个@装置，大运会的口号里面欣欣向荣未来的一个@，以及版面上还有我们很多残疾人运动员以及生活上的残疾人，他们在运动圈也好，在我们的生活领域也好，表现出来的一些非常友好的氛围，共同来享受我们整体社会发展的成果，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对，这一面是对，这是我们智能的一个互动签名区。我今天想邀请黄院长您在这边写下对我们杭州亚运会的期待或者祝福，然后一会儿会拍一张相片，您可以留作纪念。是吗？哇，好大气的字！杭州。杭州亚运会，杭州亚运应该加油都可以哇！然后您可以看向我们的摄像头，可以拍一张相片。3、2、1，哇！非常美丽，您可以扫这个2维码，然后就会带走这张相片。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对，我们这边也可以打印，到时候您可以带回去留作纪念。太感谢了，今天既学习了，还有把礼物给带回去。对，可以一起了解我们亚运的文化，一起参与到亚运的整个活动当中来。好的。还有一个，如果是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展馆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预约？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杭州2022年亚运会”，然后里面会有相关的预约的一个流程、注意的事项。对，大家可以先关注我们公众号。好的，我想这个课程带出肯定会有很多人会来参加这个展示中心，到时候还得要拜托那个给大家我非常荣幸，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了解我们杭州亚运会，一起助力杭州亚运。好，谢谢，不客气。总结一下吧，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在讲解员的耐心讲解下，
对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有了深入的了解。作为地道的杭州人，我一直记得这句名言。据说当年美国总统访华，还特意到了杭州观西湖，不过临走时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当然，这句话是否出自总统之口，早已无从考证，但它也从侧面多少反映出了当年的杭州城市建设的真实面貌。然而这些年过去了，我亲眼目睹了自己家乡发生的巨变。如果说2016年的 G20 让杭州在旅游目的地中的排名大幅上升，而这次亚运会给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就是四通八达的地铁。过去只能羡慕北京、上海甚至南京等城市都有直通国际机场的地铁，而现如今杭州1号地铁直通萧山国际机场，再乘飞机出行真的方便多了。一句话，我的家乡杭州现如今真的可以说是灰天鹅变成了白天鹅。今日的杭州不仅西湖美，城市建设更美，美的有形态、有韵味，更有质感，更有温度。同学们，让我们一起预祝2022杭州亚运会能够圆满举办。中国加油，浙江加油，杭州加油！同学们，到今天为止，游遍亚运参赛国这门课程也到了尾声。谢谢你们的一路陪伴，祝大家学习好，身体好，争取早日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以此回报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以及不同时期的教师、同学、亲属和父母等对自己的关爱。再次感谢大家，同学们再见。